好，那我们只要免疫力提升了，我们就有能力来控制癌细胞。大概在10年前，就有一个叫做免疫疗法的产生。免疫疗法它的观念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化学治疗、标靶治疗，它的目标就是针对癌细胞，要去把它杀死。但是免疫疗法是提升我们自己的免疫力，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疗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医生医事》我是台大癌医中心副院长陈进兴医师。其实肺癌是可以预防跟治疗的。肺癌虽然有分4期，其实它是一个 M 型的一个分布，不是第1期就是第4期。那这2个级别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第1期几乎都是去做筛检才能够诊断，因为一般我们做健检照 X 光是没有用。那什么样的人才会去做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答案是第一个，比较有钱、有资源的人，或者是说，如果你之前有听我们的节目，你就知道做健检你就可以早期诊断。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局限期，手术治疗其实就可以根治。但是第2期的，其实就是我们目前很多的民众，他都等到身体有不舒服，等到身体不舒服那这个大部分都是第4期。那如果是比较早期的，那它的治疗方法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元，而且也有效。大家最熟悉的方法就是手术治疗简单的讲就是把那个地方的肿瘤切掉。那把它切除之后呢，如果真的是第1期尤其是3公分以下，那它根治的机会我刚刚提到大概80-90%。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手术。譬如说有的人年纪很大，心肺功能不好，他可以做这种局部的放射线治疗，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叫电疗。现在还有一种新的方法叫做物理性的消融，那这个是属于新的肺癌治疗方法。传统的这种方法呢，是用在譬如说像是肝癌，譬如说我们知道肝肿瘤以前都要开很大的刀把肝脏切掉，但现在有个方法就是伸一根针进去，它会传导能量，那就可以把那一颗肝癌，譬如说用电烧的方法把它烧掉。那现在我们的肺癌也可以这个可以在那个电脑断层的精准导引之下，你伸一根针进去然后它可以传递能量。譬如说我们用冷冻的能量，或者是用微波的方法，用高温、超高温或者是超低温的方式，就是把它消灭掉。那这个都是局部的方式。所以一般来讲，如果病人的身体状况允许，最好还是用手术的方法，因为手术可以把检体整个拿出来，除了看有没有切除干净之外，我们还可以针对这个肿瘤来做一些分析。万一以后再复发，你就可以来配对药物来做比对。所以手术还是我们最好的方法，而且手术的存活率其实是最好。另外呢，我们提到说，肺癌现在还有大概50-60%的人，它是属于比较晚期的肺癌。那一般来讲呢，大概从第2期以上的肺癌，不管是2期、3期、4期，也许可以手术，但是最后都要加上全身的治疗，因为它可能已经有淋巴结的转移，或是远处器官的转移。那现在这些治疗就包含了我们知道的最传统的化学治疗。化学治疗的原理就是利用抗癌的药物来杀死癌细胞，它杀死的细胞是那种分化、分裂快速的细胞。那所以它并不会认识说，哪一些分化快速的细胞是癌细胞，哪一些是正常细胞。所以它的副作用就很多譬如说像我们的造血细胞，我们身体一天到晚要产生白血球、红血球，那如果做了化疗，也会对这些血球造成伤害。或是我们的黏膜细胞，
或是我们的头发啊。所以为什么做完化疗很容易掉头发？因为我们头发也是要快速生长，还有会恶心想吐，因为我们肠胃的黏膜也是一天到晚在更换新的细胞。所以这种传统的化学治疗，因为不是非常的专门杀死我们的癌细胞，它也会伤害一般的正常细胞。所以目前来讲，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治疗，化学治疗已经不是在我们最好的选项。大概在20年前开始，肺癌开始有标靶治疗。哇，这个标靶就厉害了，它非常的精准，它就是认识癌细胞专门有，但是正常细胞没有的特色。所以当你吃了这个标靶药或是打针进去，它只会杀死癌细胞，而正常的细胞不太会受到伤害。所以它从20年前开始，标靶治疗就变成癌症治疗的第一选择。目前呢，大概简单的讲，已经有超过60%的肺腺癌的病人可以找得到配对的基因跟配对的标靶药物。使用了这些标靶药，刚刚我有提到，第一个副作用很少然后你不会影响生活品质那它的缺点就在于说，第一个就是有抗药性第二个就是新出来的药都很贵大家大概没办法想象，我们这种像 EGFR 现在已经叫做泰格萨，已经有第3代的出现了。这种出来的时候，一颗药14000块，你没听错，14000一天吃一颗，谁吃得起啊？一年要花500万，还好现在它的价钱厂商也慢慢有良心了现在的药价健保药价大概只剩下一颗差不多4000块钱我4000块还是很贵一年还是要花100多万，也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的那还好，我们现在健保都有给付，我们台湾的健保真的很好，所以你一开始可能1、2代没有效之后，有一些人就可以转成第3代，甚至于现在今年4月份开始，我们的健保已经针对有脑部转移因为这些病人不能等他已经开始第1线就可以吃第3线的标靶药物问题是标靶药物通常没有办法根治肿瘤，它只能够控制。那接下来呢，大概在10年前就有一个叫做免疫疗法的产生。免疫疗法它的观念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化学治疗、标靶治疗，它的目标就是针对癌细胞，要去把它杀死。但是免疫疗法是提升我们自己的免疫力。那我们只要免疫力提升了，我们就有能力来控制癌细胞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疗法。所以现在我们的健保已经针对8大癌症都可以来用这种免疫治疗。那这个免疫治疗大概差不多15%到20%的末期的病人也会有效就是说以前这种病人就要接受化学治疗，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去验这个癌细胞里面是不是有这种免疫治疗有效的一个蛋白质，叫做 PD-1 或是 PDL-1。那目前呢，健保也有给付这种免疫疗法，即使你那个 PD-1 或 PDL-1 没有符合的，也是有一少部分的病人会有效。只是如果是健保给付的话，目前是要表现肿瘤癌细胞要表现50% 以上的 PDL-1， 它才给付那要不然其他的病人就要做自费好，那刚刚有提到它的缺点也是在于一段的时间就有可能会有抗药性的产生，而且这种免疫疗法，万一你把自己的免疫力调整得太高的时候，反而会对于正常的组织譬如说像肺部会引起间质性肺炎，所以这个也是它常见的一些副作用好，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如果能够早期筛检、早期诊断尤其在第1期，那你做手术其实就可以根治那大家会想说，哇，这个肺癌做手术，哇，这个要开膛，很可怕是不是要开一个非常大的伤口？
的确啦哈，早期差不多在20-30年前，我还在当住院医师训练的时候，我的老师教我的就是这种，我要开一个20-30公分的伤口，因为这个伤口要容许我跟我的老师4只手要能够伸得进去，你就知道那个伤口有多大。所以通常还要打断1-2根肋骨。那这样的手术的方法还好，差不多在20年前就开始发展了叫做内视镜的手术，胸腔镜。那一开始发展的这种胸腔镜手术是属于比较多洞的伤口。那到后来到迷你，到现在呢，我们的手术已经都进步到只需要一个小洞，大概2公分。那这么小的洞要怎么样精准找到肿瘤呢？就是要用这种影像导引，要做电脑断层，然后找到影像，做个记号，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么小的伤口来做手术。所以从20-30公分的伤口到现在只要2公分的伤口，而且更精准的切除，那恢复的速度当然就是会非常的快。好，那刚刚有提到说，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手术，因为毕竟手术要麻醉，要开洞，还要切除一部分的肺。可是有的人身体已经很虚弱，光是麻醉就很危险。这个时候呢，就有传统的这个放射线治疗。但是这种放射线治疗，我们从表皮这样一照进去，从表皮就开始在伤害。所以很多人做完放射线，常常会这个皮肤上会有烧焦的那种痕迹，就是因为传统的这种放射线，它就是从表皮到骨头到肌肉，等到跑到肿瘤的时候，能量已经少很多了，都是伤害在表皮。所以现在呢，除了传统的这种直线加速器，就有这种叫做电脑刀。电脑刀它就不是从一个方向去找，它是可以从4面8方，从比较精准的对准那一颗瘤，这样就可以减少表面的伤害。不过这个是传统的光子的治疗是这样。那现在最新的有一个叫做质子或是重粒子的治疗，这个就更厉害了。因为这样的治疗呢，它的能量不会在表皮就释放，它会好像深水炸弹，到达肿瘤的地方才开始释放，这样对于它表面的伤害就会更减少。所以简单的讲，放射线治疗现在也是越来越进步。那当然它的费用比较昂贵了还有一个它最大的缺点是，你只是把它照了，并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一种肿瘤。万一以后在其他地方转移了，你还是没有办法选择药物所以这个是它的缺点。是癌症的治疗都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了因为我们有讲过嘛，癌细胞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细胞，所以你很难说，我用了这个药物只杀死癌细胞，而正常的细胞都不会伤害。所以怎么样来缓解？譬如说我们刚刚讲过放射线治疗或者化学治疗产生的不舒服，譬如说像做化疗的时候，有的病人会呕吐，那就会给他抗呕吐的一些药物，或者是说他对于身体会有很强的发炎反应，譬如说像放射线治疗，我刚刚就讲了，说从皮肤开始到里面的骨骼肌肉就会受到放射线物质的伤害，那你可以用一些类固醇来减缓这些发炎反应。譬如说你照了以后，那皮肤会好像是那种灼伤的那种感觉那你就要在皮肤表面擦一些乳液来滋润来避免这样子的一个不舒服那化学治疗的话病人吃了以后可能会掉头发啦那胃口不好，那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药物可以来改善。那万一真的血球太低的时候，我们现在也有血球生成剂可以来施打来减少病人万一做了化疗之后免疫力太差，会变成容易感染。好，那所以大概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我相信大家对于肺癌已经越来越清楚了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增加肺癌的存活率，还有改善肺癌的预后？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个肺癌存活倍增计划，我们希望在2025年到2030年之间，
把我们现在的肺癌的存活率，譬如说5年平均存活率，现在大概只有20%到25%，我们希望能够提高到50%。好，那你说怎么样才有办法能够提高肺癌的存活？有可能靠化学治疗或免疫治疗，或是标靶治疗吗？答案是不可能，因为第4期的肺癌你再怎么会治，结果都不好。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增加初期，尤其是第1期的比例。那怎么样才能够增加初期的比例？就是要做筛检。所以要改善肺癌存活率最重要的方法，就一定是要做肺癌的筛检。预防永远都胜于治疗。我们如果能够让病人在诊断的时候都是0期或是1期，它的存活率就是95%、100%。但是如果你每个诊断都已经是第4期，你花再多的钱，给他再好的药都没有用。所以我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什么人要去做低剂量电脑断层？高危险群，你有抽烟的一定要赶快戒烟。如果你有家族史，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小孩有肺癌，赶快去做低剂量断层。但是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即使你没有这些危险因子，因为你还有在呼吸，所以45岁以上还是自己花一点钱去做你人生的第1次低剂量电脑断层。好，唯有这样才能够保障你远离肺癌的威胁。最后，我们要非常感谢对于我们这一系列肺癌节目的支持。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肺癌的相关知识，或者是想要了解其他的医疗资讯，那我们也欢迎你留言在健康2.0。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江文云医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这样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讯息哦。另外，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的健康有帮忙的话，请帮我们按一下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的按钮哦，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及肯定。谢谢大家。